你觉得身体好好的，但用手一按肚子却痛得叫出声来，这不是普通的肚子疼，这就是你内脏在皮下发出的求救信号。你的五脏六腑早就把健康状况一五一十地画在了你的肚皮上，只是没有人教过你怎么去读懂这幅地图。今天我会把老祖宗在千年前就总结出的复诊智慧，用你能听懂的方式全部拆解给你听。你不需要昂贵的仪器，只需要听完这期节目，找个地方躺下来，用手去摸一摸，感受一下哪里在痛，哪里在堵。你可能会被自己身体里藏着的真相吓一跳。我们先来想象一个画面，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师把手掌轻轻平放在你的腹部上，他没有用任何超声波探头，也没有看任何断层扫描片子，他只是用掌心的温度去感应，用手指的指腹去轻压一层一层的探寻，从皮肤表面到皮下脂肪，再到深层的肌肉和筋膜。他会突然在某一个点上停下来，问你痛不痛，你瞬间倒吸一口凉气，痛得整个人缩起来，而他已经通过这个痛点精准地判断出你身体内部哪个脏腑出了问题，是虚是实，是寒是热。这种技术在中医里传承了将近2000年，早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里就把复诊列为极其重要的辩证依据。人体的腹部密布着经络和募穴，它是五脏六腑在体表的全息投影区。当体内的脏器功能失调，气血淤堵，或者有寒气入侵时，对应的腹部区域就会变得特别敏感，甚至出现条索状的结节和硬块。很多人平时觉得自己挺健康的，能吃能睡，体检报告也没有太大的异常，但当我帮他们做复诊时，10个里面有9个痛得哇哇叫。那种痛不是肠胃炎的绞痛，也不是拉肚子的那种痛，它是一种深层的牵拉式的刺痛或胀痛。如果你按下去觉得很痛，而且那一片的皮肤摸起来凉凉的，这就是典型的寒痛。如果按下去不仅痛，还感觉皮肤发烫，甚至看到局部皮肤颜色泛红，那就是热痛或淤血痛。如果按下去空空软软，没有弹性，说明你正气虚。如果按下去紧绷坚硬，甚至摸到像绳索一样的条索，说明你实邪淤堵的厉害。我先教你怎么探查脾胃区。张开你的手掌，把手指轻轻放在你两边的肋弓下方，也就是心口窝到肚脐的这一片区域，这里是中焦，是脾胃的领地。你用指腹慢慢往下按压，不要用蛮力，要像探测地雷一样，一层一层地深入。如果你感觉到肌肉非常紧张，好像有一块无形的盾牌挡在那里，按下去特别胀痛，那你多半是思虑过度、肝气犯胃或者脾虚湿困。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天天生气郁闷，吃饭又不规律，10个人里有9个这个区域是硬邦邦的。按到这里的时候，有人会听到肚子里咕噜咕噜响，甚至有水声，这是水饮停留的表现，说明你的脾胃运化功能很差，喝进去的水根本代谢不掉，全积在肚子里变成了废水。张仲景在《伤寒论》里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这种心下痞硬和镇水阴的治法，用辛开苦降的办法把堵在中焦的气机散开，把废水排出去。如果只是硬邦邦的没有水声，那就是气机不顺，要疏肝理气，调和肝脾。再往两边的斜肋下摸到肋骨下方，特别是右边，那是肝经和胆经循行的地方。你如果轻轻一按就痛，或者深呼吸的时候感觉肋下胀闷，这是肝气郁结的典型表现。爱发脾气、爱生闷气的人，这2块区域绝对痛。你把手指插进肋骨缝里，甚至能摸到一粒一粒的小疙瘩，这就是郁结的气血凝聚而成的，长期不疏通，这里就会变成实质性的病变。中医治肝讲究养血柔肝，调畅气机，如果有热就要清肝火，如果是寒凝经脉就要暖肝散寒，而左边斜下往往是脾胃兼夹气滞的表现。肚脐的四周是非常关键的区域，肚脐往上一直到心口，疼痛多关乎于中焦食积和胃气不降。肚脐下方也就是小腹部，那是肾、膀胱和胞宫的领地，如果这里深处按压剧痛而且固定不移，那是下焦有淤血。女性如果生理期不调，有血块颜色暗沉，在小腹关元穴和气海穴附近会有明显的压痛感，这时候就要温经散寒，活血化瘀。如果小腹凉得像冰块，腰也酸冷，那是肾阳不足的虚寒症。再教你看肚脐本身，用手轻轻抚摸肚脐周围，感受一下有没有明显的搏动感。如果跳动的非常剧烈，好像里面有个小心脏在蹦，这是冲气上逆或者是水气凌心的表现。这种人往往极度焦虑、失眠、心悸不安。我们就要用平冲降逆宁心安神的方法来稳定这个波动。这套复诊的流程是一个人整体的健康报告，先把皮肤的温度扫一遍，感觉哪里凉哪里热，凉的地方就是阳气不到的地方，需要温通，热的地方就是有炎症或者湿热淤积，
然后是视诊，看腹部皮肤的色泽，皮肤晦暗没有光泽，甚至有色素沉着，那是肾气衰败或者久病淤血。皮肤上如果有很多妊娠纹一样，但又不是怀孕留下的纹路，那是气血亏虚、皮下筋膜断裂失养的信号。再然后才是触诊，从浅入深，由轻到重，先轻轻抚摸感受肌肉的张力，再用指腹寻找压痛点，最后用掌根感受深层的结节，整个过程就是一场和身体的深度对话。那么找到这些痛点之后，到底该怎么办呢？中医的治疗手段非常丰富，比如在痛点对应的经络上施针，或者在硬块处做艾灸。艾灸的温热渗透力能把深层的寒冰融化掉，把瘀滞的气血化开。那些肚子里摸起来咕噜咕噜响的水声，用温阳化气的药材配合艾灸中脘水分，很快就能把废水气化掉，排出体外。那些紧绷的肝气郁结，要用柴胡剂来疏解，配合按揉太冲穴。当然，所有的用药和针刺都要由专业的医师来操作。有一类人，我经常碰到他们年纪不大，却总觉得累，体检单干干净净，就是肚子按下去痛得不行。他们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得很好，不让人碰，自己也不关注，结果等到某一天突然病来如山倒。其实老天爷早就给了你无数次机会，你每一次生气时两肋的胀痛，每一次吃多后胃脘的痞塞，每一次受寒后小腹的冰冷绞痛，都是身体在向你求救。只要你学会了复诊，你就能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些信号。今天这期内容源自于一场中西医学思维的碰撞。在18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就在用这种朴素而又精准的方法救人。日本的汉方医学界更是把复诊奉为圭臬，研究得非常透彻，甚至整理出了非常详尽的现代复诊图册。他们把腹部的各种硬结压痛点和具体经方对应起来，做到了量化标准化。这种来源于中国却被别人发扬光大的技术，我们有责任把它重新捡起来。从此刻开始，我希望你做一个动作，今天晚上洗完澡后，平躺在床上，放松双腿，慢慢的呼吸，用手掌平贴在你的肚子上，从最外层开始一点点去寻找，找到了痛的地方，不要害怕，更不要使劲去揉搓，你只需要记住那个位置，记下那种痛感，然后去找真正懂复诊的中医师，帮你制定针对性的调理方案。不要自作聪明地乱吃药，也不要去找没受过专业训练的按摩师去暴力按压。真正的复诊调治是要结合脉诊、舌诊，分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才能下手，虚症当补，实症当泻，寒病要热治，热病要清解，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你想知道你的心脏功能是否强大吗？摸一下你的心窝处，感受一下有没有异常的搏动。你想知道你体内有没有湿气吗？摸一下你的胃脘部，听听有没有水声。你想知道你是不是容易发怒的类型吗？按一下你的两肋，体会有没有胀痛。这些全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你的腹部这本书上。如果你能听懂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并且打算开始倾听身体的声音，那么你就已经走在了远离大病的路上。身体是一面最诚实的镜子，你忽略它，它就给你颜色看；你善待它，调理它，它就还你一个神清气爽的人生。如果这期关于中医复诊的健康解密让你有所收获，请一定要按下那个订阅按钮，不花钱的免费支持是我能够把更多老祖宗的救命智慧带给你的最大动力。千万别忘了，还要把这部人体的使用说明书分享给你身边每一个不爱惜身体的家人和朋友。感谢你的守候，我们下期再见。